少はください我の名をウルトラマンゼ没有最帅，只有更帅。好的玩具就像一台时光机。大家好，我是九九，感谢收看本期的 JO 按摩玩。如果喜欢我的视频，记得一键3连转发支持哦。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呢，是由日本万代 SH Figures 出品的泽塔奥特曼啊。伴随着泽塔奥特曼的热播，万代也很及时的发售了这款颜值满满的泽塔奥特曼，并且因为这一支的发售日啊，与 TV 版最终回放送安排在了同一天，老毕这波操作也是666啊。更巧的是，就在前几天，泽塔奥特曼的名字荣登日本2020年度百大网络流行用语的第6位，奥迷们一起发条弹幕来庆祝一下泽塔君吧。但同时也使得发售日当天开门没多久就卖断货的情况。在此先提醒一下那些无论如何都想要入手的小伙伴啊，不要犹豫啦。好了，那么赶紧开始今天的开箱吧。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泽塔奥特曼的。首先外包装方面呢，整体还是采用了新生代奥特曼系列的一贯的设计啊。它整体采用了一个泽塔奥特曼的一个蓝色作为一个设计的主基调。正面呢是泽塔奥特曼战斗架势时的一个特写，侧面呢可以看到就是一个正面特写，然后背面呢是一个造型的介绍以及可动部分的展示啊。那因为这次定价只有3500日币左右，折合人民币大概200出头的样子，内容物呢应该就只有本体和替换手型了吧。好了，那么外包装说到这边，接下来让我们开始开箱吧。好了，我们的泽塔奥特曼登场。那内容物呢就在这边，一个本体的吸塑包装，一个银纸板，然后是一份说明书。内容呢很简单，不过就冲这个价格吧，白菜价啦，所以也不能指望它给太多的配件。好了，那么首先让我们来看一下本体的部分吧。这次的防晕染薄膜呢，其实就主要集中在腰部以及胸部的这2个部分啊，其他部分就没有了。首先呢是正面啊，这次造型还不错，棱角分明，然后银漆的部分也相对的比较，感觉表现还不错吧。然后是背面，可以看到银色的部分的涂装还是非常均匀的，一些造型部分的细节呢也是有还原出来。这次呢，银漆部分的一个品控表现还算是比较稳定的，也并没有出现此前在动态当中所担心的银漆的部分惨不忍睹的一个情况啊。造型方面的一些细节啊，也是还原的相当不错。那比方说在头标部分的这个凹凸的部分，然后呢，耳朵这边的一些细节，包括背后的这个头标部分的一些细枝末节的地方，全部还原了出来。然后呢，就是这次的这个胸甲，基本上也没有发现一个很肉的地方啊，还算是比较不错啦。那背后的这边呢，这边就更不用说了，背后这边的造型也是非常的漂亮。那整体而言，这一次的造型部分呢，的确是有还原出在剧中泽塔一个非常帅气的造型啊。那这次的涂装与造型部分的表现啊，也是令人相当满意。好了，那么说完造型以及涂装方面呢，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可动部分的表现吧。那首先头部的部分啊，左右旋转90度是没有什么问题，然后向左向右呢，大概有一个30度左右的范围。抬头与低头呢，脖这边的干涉呢，抬头大概也就只有一个10度左右，低头的还算是不错，低头能有一个45度左右的表现啦。好，说完头部呢，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胸部这边吧。胸部这边呢，我们先来看一下含胸的部分啊，可以看到啊，这次泽塔奥特曼含胸部分的一个表现啊是相当不错。那胸部这个向外拉伸的结构啊，这边可以看到一个水口，胸部这个向外拉伸的结构呢，也是有吸取到万代其他产品线的一个设计上的优点呢。那也因为这个结构呢，在做一些含胸的 pose 的时候呀，也是相当的游刃有余啊。好了，那么挺胸部分基本上没什么好说的，向后大概5度左右的范围吧。接下来是肩膀的部分啊，首先来看一下侧向平举啊。虽然泽塔奥特曼在造型上左右2个肩膀部分呢有非常硕大的2块装甲，看上去貌似会很影响可动，但是呢，它这边肩甲内部的构造呢，也是吸取了此前银河奥特曼的一个肩甲部分的经验啊。在做抬臂的时候呢，里面有一个类似滑动的可动范围，使得它能够完美的避开干涉。所以呢，做90度侧向平举的时候呢，也是毫无压力。肩膀的前后旋转呢，360度可以看到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阻尼感呢也是相当不错，在掰动的时候呢，也完全没有此前几只奥特曼一个嘎嘎作响的一个感觉啊。做完肩膀呢，接下来看一下手肘啊，可以看到依旧是万代传统的一个双重关节啊。然后在做极限曲肘的时候呢，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它关节本身呢也有一个360度旋转的可动，可谓是非常优秀啦。说完手肘呢，接下来是手腕啦。手腕呢向内向外能够有一个45度左右吧。然后因为是球形关节嘛，所以360度旋转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躯干的部分呢，在腹部以及腰部这边呢各有2个可动的部分。那向后呢大概能够有一个20度左右的范围，向前鞠躬呢大概也就是一个15度左右的范围吧。
躯干的向左向右呢，大体上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吧，15到20度左右。向左向右扭腰呢，大概也就是一个30多度的范围吧。虽然说不上非常优秀，但是基本上能够够用了。这次腰腹部的一个表现呢，算是比较勉强吧。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胯部啊。八字劈叉呢，我看说明书上说这次胯部有一个向下拉伸的结构，在拉伸完全的情况下呢，它的左右八字劈叉能够有一个80多度，接近90度的范围了，还算是非常不错的一个设计。同时呢，大腿根部啊也有一个向内向外大概15度到20度左右的一个可动范围吧。好，向前踢腿呢，可以看到基本上是一个漂亮的90度，然后是屈膝的部分啊，在极限屈膝的一个情况下呢，大概能有一个150度左右的范围了，还算是不错吧。说完膝盖呢，接下来看一下脚踝的部分吧。好，那么脚踝部分呢，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它的接地性啊，可以看到它向内向外的接地性呢，这次还算是比较不错，左右各有个45度左右的范围了吧已经。好，那么接下来是踮脚尖与抬脚背啊，踮起脚尖向下大概有一个60度左右的范围，向上抬脚背呢，基本上也就只有一个5度左右的范围啊，弱到可以忽略不计了。脚尖的部分呢，向上旋转90度是没有什么问题。那么说完可动部分呢，接下来让我们来看一下配件的部分吧。那除了本体附带的一个握拳手型之外呢，分别另外有3对手型。那好，让我们来看一下吧。首先是这对五指并拢伸直的一个手型啊，造型上呢，整体给人感觉还算是比较中规中矩。昭和系元老手型上的一些皮套上的褶皱呢，在这一支上面并没有表现出来，那也有可能是因为成本的关系吧。那但是呢，这次涂装方面的发挥呢，给人感觉还算是相当的稳定啊。小的部分呢，也并没有出现什么涂装上的瑕疵。在灯光下，它这个银色的涂装给人感觉的光泽度也是相当的不错。接下来是这一对战斗架时候的一个手型啊，与之前一样啊，造型方面呢也算是中规中矩，但是涂装方面的表现啊还算是非常不错的。接下来呢就是这一支感觉放松状态下的手型啊，造型上的丰富程度啊还算是比较精彩的，手心以及手背的一些皮套上的褶皱啊，倒是有些许的还原了出来。涂装方面呢也是与此前一样啊，发挥非常稳定。最后呢就是这支替换用的彩色计时器啊，发挥还算是比较稳定的，中间的这个 Z 字的造型啊也是清晰可见。反面这次呢换成了这样的一种插入式的一个连接结构啊，那这样的情况下呢，多少可以解决一些计时器松动的问题吧。交换计时器的时候啊也是相当方便，基本上呢就是斜向上推一下，它的计时器呢就可以很轻松的取下，再将红色的这个计时器啊放回去之后呢，向下固定住，基本上就完成了，还算是非常方便吧。好了，最后让我们来总结一下吧。除了视频中提到的眼睛部分的问题之外，整体来讲完成度还是非常高的。外观方面可以说是细致入微的还原了皮套的造型，分色处理与涂装工艺呢也是出人意料的让人感到惊喜，与价格不相匹配的做工背后隐藏着的野心也是不言而喻啦。但虽然成品表现出色，银色涂装在把玩过后的掉漆情况呢依旧是没有得到改善。视频拍完的时候，胯部外侧的银色涂装已经蹭掉了一些，想要好好把玩的同学呢就只好自备补漆工具啦。至于可动方面啊，胸部以及胯部的设计吸取了前人的成功经验，可动得到了大幅提升，万代的进步有目共睹。但腰腹部的可动啊，表现还是中规中矩，算是一个比较可惜的部分吧。最后呢，白菜的定价、稳定的品控，加上不错的可玩性，所以这只泽讨奥特曼呢还是非常推荐入手的。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最后还是希望小伙伴们能够一键3连转发支持哦。好的玩具就像一台时光机，我是九九，让我们下期再见，拜拜。